这种叶圆的就像中秋的月亮一样，从9月开始转为金黄色。如果对树叶的生长稍作调整，到了秋末它会变成红色。这就是黄芦的魅力。每年的9月都要对黄芦修剪一次，今年稍微推迟了一点。长沙的气温现在还在35度左右，最佳的气温是20到30度之间，那样新叶容易萌发，树叶也会生长健康。修剪的目的是剪掉这些老叶，发出新叶。大约2个月左右，周叶纹才变大，树叶就会逐渐由绿转为红色。树叶变色是大多数树种在秋冬季节的生理反应。像三角枫，这个时候把老叶剪掉，同样可以达到金黄或红色的观赏效果。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剪叶？因为落叶树种的叶生长周期一般在3至4个月。像这种老叶长败不堪，即使能坚持到叶红，看上去也会失去雅兴。像黄芦这种生长期即将结束的树种，剪叶是有方法的。像剪叶上红的叶一样，剪叶时要留叶柄，而且要留小部分叶，像这样。剪掉叶会减少树的蒸发量，留叶柄锁住芽点的水分，这样才会刺激侧枝的萌发，长出新叶。黄芦也是接生芽树种，叶生长稀疏，如果枝节长，整个树会显得更加松散。黄芦从种养到成型几乎都在空养中。对黄芦的控养同其他接生芽树种一样，从最初的发芽就要开始控水。春季雨水多，也正值黄芦的生长高峰，不加限制的枝节长度可达10几公分。像这种枝节过长的枝，到最后给造型会留下很多遗憾。限制枝节生长的长度有2种办法：一是春季不施肥，保持盆土偏干，在发芽阶段遇到阴雨天，要将盆移到能遮挡雨水的地方；二是对初枝枝节过长的，直接把它剪掉，让它重新发芽，通过抑制它的生长，再发出来的芽枝节会变短。这种方法最有效，不仅在春季，其他发芽阶段都可以实施。黄芦的枝条比较脆，尤其是没有完全木质化的枝条，生长出来的枝条不易长出来就对它进行加工，至少要到夏季枝条开始进入半木质化时，再对它进行吊纳定位。等到完全木质化，在秋季可以对它进行盘杂。像这个枝条已经有2年以上，选择在这个时候或者是休蜜期进行盘杂加工，枝条具有一定的柔韧性。加工前让盆土偏干，枝条不容易折断，操作起来就比较顺手。枝条脆硬的树种总是有柔软的时候，秋季就是加工的最佳时节。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枝条要进行盘杂，对黄芦进行造型加工，最好是吊纳。接生芽树种在控养阶段主要是靠修剪，对枝条定位好，往后的主枝或者是侧枝成型都可以剪出来。剪可以控短枝节，也可以逼出更多的侧枝，这样正好弥补了黄芦枝叶稀疏的不足。把枝干调整好，对整体进行适当的修剪，一是保持基本的造型，二是剪掉前端的枝，可以达到更好的避芽效果。对黄芦的修剪要尽量的留住后端的侧枝。黄芦有个明显的特征，顶端生长旺盛，后端的枝供养不足，这样很容易使后端的侧枝生长弱小，而且在缺少阳光照射的情况下，容易产生失枝，最终使整个盆景失去原有的造型。因此，要使黄芦盆景逐渐丰满，要对生长旺盛的枝进行打顶，控制顶端生长，而促使后端新生更多的侧枝。这2盆是同时种养的，上盆已经有7年时间，而且没有对它们进行放盆。我不是讲不放盆有什么高明之处，而是因为黄芦的根系生长很慢，对回水的要求不高。对黄芦的培养过程中，既然是处于控养，就要对肥水进行控制，而且把它栽种在这种浅盆中，这样便于控水。
浅盆叶更适合这种枯干盆叶的表现。这一盆已将枝节控制的比较短小了，而且长出来的叶也不大。可能有朋友对空养抱有疑问，空养会不会造成盆景失水枯萎？这还是一个理解的问题。空养不是缺水养，而是将盆景生长所需的水分控制在一个很小的度。事实上，能进行空养的树种一般是比较耐旱的，能忍受这种饥渴状态，能自我调节生长节奏。黄芦的生长过程中本身就是忌盆土过湿，在微湿润的状态下生长会更好。即使干盆枯叶，只要干得不过分，过不了几天又可以发芽重生。像黄芦这种需要在空养下生长的树种，你把它当绿化树去养，失去了盆景的表现力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当然，相对黄芦这种树的空养，不单只控制肥水，还包括修剪等方方面面的问题。我只是举一个朋友们比较注重又担心缺水的例子。最后集中回复一下朋友们提出的黄芦树桩难成活的问题。黄芦树桩用半湿的粗砂种，买来的黄芦桩基本上没有须根，不要浇所谓的定根水，没有根定什么根？盆土过湿容易造成腐烂。种养最好在每年的3至4月份，种好之后把它放在有阳光能避开雨水的地方，对树干一定要常补保湿。黄芦在盆土偏干的状态下容易诱发新根，对干的保湿能促进它发芽。我是山泉农场，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，我们在评论区见。